大家好，我是董事良啊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松下那个100G 啊。这个有些人说这是一台令人闻风丧胆的相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觉得吧，就是我们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是不能脱离现实，要考虑到它这个售价啊。你像我当年的那个第一台相机是在这个2013年还是2014年，然后那台相机是富士 XA1，然后那台机器呢，就是它只有中心一个对焦点，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能那个中心点对焦重新构图，然后它拍视频的时候就是全自动的，你镜头也转不了，各项参数那根本就不用想，根本调整不了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富士的镜头就是以前对焦的时候经常抽，所以这个基本是不可用的。那么这个松下100G 呢，其实比当年那个3000块钱的相机已经是进步许多了啊。然后还要说一下啊，就是我之前的这个方向键上面的那个拨盘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啊，就是你往一个方向转，它会不定期的给你判定成向反方向转动。而因为松下官网没有推送适配这台机型的更新的固件，使用固件更新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可能的。然后呢，但是经过和售后的这个沟通嘛，然后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松下100G 在拍摄 4K 视频的时候裁切还是比较严重的，这个通过照片和视频的对比就可见一斑了。然后这个画面呢，我是看到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大叔就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，然后我觉得如果把后面路上的那个就是什么人啊车啊给它虚化掉，变成这种拖影，然后作为背景，这感觉就出来了。结果我忽略了一个问题，松下100G 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并没有机身防抖，而我手中的这枚1235镜头也并没有镜头防抖，因此我拍出来的照片就变成了这样。于是我打算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测试一下这台相机的防抖性能。标准防抖走动，在标准防抖模式的情况下，抖动被限制在了可接受的范围内，但并没有那种不动如山的感觉。另外，这个防抖对于航向轴上产生的漂摆似乎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松下 G100 拍摄 4K 的时候裁切就很大，加上防抖的裁切，对焦段的选择就真是个问题了。现在这个是用1235镜头的广角端拍摄的啊，但是这个拍 4K 的裁切加上这个防抖的裁切，电子防抖的裁切，现在这个画面看起来已经像个中焦镜头拍摄的一样了。这个稳定的效果从技术上来说不错，我觉得。然后自不自然就见仁见智吧。然后这个是 standard 标准的防抖模式，在高防抖模式下，抖动进一步的被限制了，但是难以避免的抖动会显得更不自然。
开防抖模式，然后这个是，不过画面没有出现类似那个运动相机电子防抖或者 PR 里面后期稳定出现的那种画面抽动的现象，还是挺不容易的。后面我还进行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测试，正如我视频里面说的，还可以。不过不可避免的，这样裁切就更严重了。防抖模式啊，这屏幕已经快放不下这张脸了。因为 M43画幅本身就底小。加上这个拍摄 4K 还有这么大的裁切，相当于利用了更小的感光元件的面积，这个果冻效应还是比较严重的。追焦连拍方面，如果你追的是这辆红车这么大型别的东西的话，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啊。但是如果主体在画面里占的比例比较小，这个成功率就比较令人遗憾了。关于人脸识别的成功率，就自己看吧。人脸识别，人脸识别，人脸识别，人脸识别。这个还是不太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对焦距离太远了啊，还是不太行。它这个人脸识别的时候啊，它那个就是会相当于把话筒也对准你，就是结合我刚才说的那个声音识别的那个，就是声音优化的那个功能。哎呦我去！松下 G100 搭载了诺基亚开发的 OZO 系统。有几种拾音模式可选，具体的音质你们可以自行感受。不过我认为仍然无法和那个真正的外置麦克风来比较。大哥，人脸识别呢？我现在在一条比较嘈杂的公路旁边啊。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它这个这个 O 什么系统的，就是管声音的系统的这个性能啊。这个系统呢，就是说把它机身上可能是有很多个麦克风，然后合成形成就是一个麦克风的效果。然后据说是对于这个声音的降噪能好一些。松下 G100的感光度最低200，最高25600。不放大看的话，3200感光度的时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噪点；放大看的话 ，ISO 1600的时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噪点。还有一点要说，松下 100G 的这个取景器啊，经常是这个就是像过曝一样，然后对比度也比较低。然后如果你想用斑马纹的话，它那个斑马纹你设定在80%，它就真是80%，然后它才显示那个斑马纹。如果是100%或者100%以上的那个完全过曝掉的地方，它反而是不显示的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。
子。